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你肯定想不到，用紫薯也能做出这么好吃的面包，不用烤箱，不用面包机，出锅表皮金黄，而且松软香甜，比外面买的面包还要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2个洗净后的紫薯，把它放到案板上，用削皮刀把紫薯皮削掉，因为紫薯皮表面有很多的泥沙，很难清洗干净。去皮后再把紫薯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戳一根筷子下去，能够很轻松就能戳穿的话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到绞肉机中，加入30克白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再倒入100毫升纯牛奶，盖上盖子，给它搅打成紫薯泥，尽量多搅打一会儿，搅打得越细腻越好。最后搅打成这样细腻的紫薯泥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放入30克左右的黄油，开大火把黄油炒至融化。黄油炒融化以后，转中小火，再把刚打好的紫薯泥倒入锅中，全部倒进来以后，用铲子快速翻炒均匀，让紫薯泥把黄油完全吸收。炒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，防止炒糊了。全程呢都是小火慢慢翻炒，大概需要翻炒5-6分钟左右。最后翻炒成这样，能抱团，不粘锅铲也不粘锅底，像这样的状态就可以。再把它盛出来，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4个鸡蛋，把它倒大碗中，再加入4克酵母，加2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，再加入350克高筋面粉，没有高筋面粉的可以用普通面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，最后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现在的面团很难揉光滑，先给它揉成一个没有干粉颗粒的面团，再盖上盖子静置10分钟。10分钟后我们来看看，现在的面团也松弛的差不多了。就用手在中间给它按出一个窝窝，然后加入20克软化好的黄油，再加2勺食盐，这样可以增加面粉的筋性。再下手揉匀，让面团把黄油完全吸收，尽量多揉一会儿。揉匀后，再把面团转移到面板上，像洗衣服一样给它推拉揉搓。刚开始揉的时候会比较扎手，或者是扎面板，这时候呢，可以在面板上抹少许食用油，这样可以防止粘连。这一步千万不要加面粉，如果加面粉的话，做出来的面包就会口感发硬，一点都不会松软。一边揉搓一边摔打，这样更容易揉出手套膜。全程大概需要揉10几20分钟，直到拉开有一层这样薄薄的膜，而且不容易破，说明就可以了。再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给它擀成一个薄一点的长方形大面饼，尽量多擀一会儿，擀成厚度约0.5厘米左右的长方形大面饼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在面饼的1/2处放上刚做好的紫薯馅，用勺子舀了放到面饼上，用勺子铺平铺均匀，薄薄的铺上一层。全部放好后，再用另外一半没有放紫薯馅的对折过来，把紫薯馅完全盖住，把紫薯馅包裹住，
然后再把封口处按压一下，压得紧实一些。将擀面杖稍微擀一下，把不均匀的地方给它擀薄擀开。再像我这样选择一边给它切成宽条，宽约1到2厘米左右，底部这里不要切断了，1厘米的地方不要给它切断。全部切好之后，把每一个长条呢像这样给它拧成麻花辫，每一个长条都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拧成麻花辫。全部拧好后，再取出擀面杖，在麻花辫的底部这里给它稍微擀一下，给它擀得薄一些，这样会粘得更加牢固。擀好后，再像我这样给它卷起来，卷的时候尽量卷得紧实一些，防止裂开。全部卷好后，再像我这样给它盘起来，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接着准备一个模具，在底部和周围刷上一层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全部刷好后，再把做好的面包生胚放到模具中，盖上盖子，2次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，大概需要1个小时。时间快到的时候，我们准备一个鸡蛋黄，把它放小碗中，用刷子刷散，刷散后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包生胚也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，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变得胖乎乎的，然后在表面刷上一层鸡蛋液，薄薄的刷上一层就可以。整个表面呢都给它刷上一层蛋黄液，全部刷好后，再盖上耐高温的保鲜膜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50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。哇，好香啊！一股紫薯的清香味扑鼻而来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把保鲜膜揭开，看一下表皮金黄金黄的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晾至不烫手的时候，将刮刀在模具的周围给它划上一圈，防止粘连在一起，然后再给它倒扣脱模，把底盘取下来，看一下底部也是非常的漂亮，再给它翻一下面，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紫薯面包就做好了。颜色金黄，再搭配点紫色，看着就很有食欲，而且非常的松软，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。我们掰开看一下，里面满满的都是紫薯，真的是太香了，吃起来松软香甜，比烤的面包还要好吃，而且是用蒸的，好吃又容易消化，吃了还不会上火，还有股浓浓的紫薯香味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